注意看，这个嚣张的老外在发布会上恶意推搡中方选手刘策，他居然还把5星红旗绣到了屁股上面。作为一个中国人，是可忍孰不可忍，甚至当众撕毁了中方刘策的照片，嘲讽中国人都是弱鸡。他还嚣张的口吐狂言，在这个世界上，似乎没有什么比战胜中国人更轻松的胜利了。在我眼中，他不过是一个中国的无名鼠辈。明天我要把他踩在我的脚下，跪着向我求饶。这个嚣张的老外叫希纳卡里米安，他的转身边拳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。他在比赛中的狂暴表现，甚至让裁判都感到畏惧。面对这样的侮辱，中国巨人腿王刘策自然不会轻饶他。他是在大重量级别拳坛中无人能敌的中国猛将，以其铁腿闻名，曾在一夜之间踢断3名外国选手的小腿，在日本一战成名。刘策的回应充满了决心和自信。我是刘策，来自中国，明天我会像一头饿狼一样去吞噬他。这场比赛不仅是一场力量的较量，更是一场捍卫中国人尊严的比赛。中国硬汉刘策已经准备好了，要用他的铁腿证明中国人的实力，让这个嚣张的老外知道，挑衅侮辱中国人是要付出代价的。比赛一开始，刘策就展现出了他的速度和力量，一连串的正蹬让卡里米安措手不及。巨人腿王的名号不是白叫的，他那凌厉的卡夫踢，俗称一扫腿，出其不意地扫向卡里米安，速度之快，角度之奇，令人叹为观止。这时场上的气氛紧张到几乎可以凝固。刘策并非只有腿法，他的拳技同样精湛，每一次击打都让人屏息，尤其是那出其不意的前手摆拳，几乎让卡里米安摇摇欲坠，仿佛场下的观众都能感受到拳风带来的疼痛。然而，卡里米安拥有着世界冠军的头衔，面对刘策的猛攻，他尝试着回击，但刘策的攻势如同潮水般汹涌，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刘策的眼神中充满了决断，每一拳，每一腿都准确无误地命中目标，仿佛已经看穿了卡里米安的一切防御。随着战斗的深入，刘策的优势愈发明显，他像是一位狩猎者，连续的后手拳让卡里米安陷入了绝对的被动，每一拳都重重地打在卡里米安的防守上，仿佛要将他击垮。每当卡里米安企图组织攻势，刘策总能以更快的速度打断他，让他连连后退。卡里米安再次试图反击，但在刘策的猛烈攻势下，他那招牌的转身边拳也失去了往日的威力，更像是无力的挣扎。随着比赛进入尾声，卡里米安已经是力不从心。刘策不想给卡里米安任何喘息的机会，最终在比赛的最后30秒钟里，刘策发动了疯狂的攻击，卡里米安已经无力回天，只能在擂台上苟延残喘。此时，第1回合结束的钟声响起，第2回合比赛开始。比赛一开始，刘策就带着必胜的笑容迎战，准备在这一局将比赛一锤定音。他就像是从笼中释放的猛兽，直接就和卡里米安在场上展开了一场火爆的厮杀，场面一度火爆。卡里米安在这场对决中好似充满了电，显得颇有几分容光焕发。尽管遭到了几次清晰的击打，每次都能迅速恢复。随着战斗的升温，刘策的优势越发明显，他的拳技出神入化，一记又一记的重拳让卡里米安摇摇欲坠。就在我们以为刘策将以压倒性的优势取得胜利时，比赛出现了转折。卡里米安似乎抓住了机会，开始展示他的转身边拳，试图找回场上的主动权。没成想刘策快速的一拳将卡里米安的旋转戏码直接打停。就在这个时刻，比赛被临时叫停，裁判要检查这一拳是否规范。这段时间不仅给了卡里米安缓冲的机会，也让刘策的战斗节奏受到了影响。裁判的决定引发了争议，尤其是在这个由日本主办的比赛中，对手是世界冠军，而中国的刘策是挑战者，现场裁判也都是日本人，种种迹象都指向了飞哨。我们来看慢镜头回放，我们看很清晰，这一拳刘策就是打的脸，我们并没有打到对方的后脑。什么情况？裁判竟然给到刘策一张黄牌，即便面临不公，刘策也没有放弃。比赛继续，刘策努力调整自己的状态，尽管裁判的决定给他带来了不小的心理压力。既然裁判不能给他公道，他暗自下定决心要用自己的拳头讨回失去的功力。在比赛的最后阶段，卡里米安依然尝试着他的转身动作，但刘策早已看穿了他的意图。每一次攻击，每一次防守，刘策都展现出了超群的技巧和坚不可摧的意志。这时，第2回合比赛结束。第3回合比赛继续，刘策找回了他的节奏。前2回合他似乎有点按兵不动，但这回合他凶猛如虎，准备展现他真正的实力，施展招牌砍腿战术。
刘策开始猛攻，他的腿法如同疾风骤雨，准确而狠辣地击中卡里米安的要害。虽然之前的战术一般是在手回合就制胜，但这一次他似乎在耐心等待合适的机会。他的动作快如闪电，每一次攻击都让卡里米安左右闪躲。随着比赛进入尾声，刘策找到了胜利的关键。他一个精准正蹬，紧接着右摆拳将卡利米安击倒。那一刻，刘策用他的实力证明了自己，不愧是中国拳坛的顶级战士。这场比赛虽然跌宕起伏，但最终以我们期待的方式结束。卡里米安嚣张的气焰已经被刘策彻底的浇灭，此时只剩下落寞和无助。刘策27岁的年龄就在拳坛创造了传奇，恭喜刘策，他获得了中国首位双冠王，名副其实的戴上了这条世界拳王的金腰带。中国硬汉好样的，你是中国的骄傲。我们下期精彩视频再见。